古代边境的士兵们是如何解决生理需求的呢？在古代，当兵本身算不上什么好差事，毕竟如今军人的地位与过去相比，完全是天差地别。不同朝代针对戍边士兵的生理需求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。这其中，明代的处理方式可以说是较为全面的。朱元璋推行卫所制度后，许多边疆地区都有大量军户驻守。为了让这些士兵能安心在当地扎根，朱元璋确实贴心地考虑到了他们的夜间需求。于是明朝推出了一套官方分配配偶的制度。若士兵能够自行娶妻，朝廷便无需操心其私人生活；倘若士兵一直未婚，朝廷便会为其分配配偶。这种分配配偶并非形式，而是实打实的举措。永乐10年6月，明成祖朱棣下令，为未成家的军士每人分配一位妻子，不仅送配偶，还会发放钱财，力求让他们早日在当地安家落户，繁衍生息。军户有了子嗣，卫所制度便能得以传承，地方的稳定与发展也能得到保障。这些被分配给士兵做妻子的女性，主要来源是俘虏与罪臣家眷。例如，一些官员家族犯事后，家中女眷会被没入官府，随后分配给戍边士兵为妻。这样做，一方面能起到惩罚罪臣的作用，另一方面也能解决朝廷的需求，堪称一举两得。戍边本就是苦差事，这些昔日生活优渥的官家小姐、夫人，落到军户手中后，生活质量大多一落千丈。这也解释了为何众多严谨的影视剧中，抄家下狱流放会令人闻之色变。官员倒台后，遭殃的还有家中女眷，他们对于充军发配的恐惧可想而知。除了罪臣家属，宫中服役的宫女也是戍边士兵配偶的来源之一。若恰逢宫中无宫女可分配，官员群体也无重大罪案发生，实在凑不齐人选时，朝廷便会直接给士兵发放钱财，让他们自行在当地娶妻。皇明书钞中就有记载，明代会在士兵驻守之地出资为他们迎娶当地女子为妻。这样一来，这些女子也无需背井离乡。明朝如此重视士兵成家，核心原因在于朱元璋的军户制度覆盖面极广，且实行世袭制，只有保证军户代代有人，卫所才能生生不息。甚至在一段时期内，明朝明确规定，未娶妻的士兵不得出征打仗。不过，这套制度仅在明朝初期，在朱元璋、朱棣等勤勉理政的君主治理下，才能良好运转。到了明代中后期，卫所制度逐渐崩溃，再加上边境战事日益频繁，仅靠当地军户已难以支撑防务，因此明朝不得不效仿其他朝代，从内地大规模调兵前往边境。这些被调派的地方军户需在边境驻守数月乃至数年，如同如今的出差，故而被称为班军。士兵出差时携带家眷并不现实，尤其是明朝后期，军饷发放都极为困难，更无力安置军眷。如此一来，依靠配偶解决生理需求便难以实现。另一种应对方式也就应运而生，军妓专门为士兵提供相关服务。其实，军妓这一行业早在明代之前便已存在，而明代的九边是戍边士兵最为集中的地区，因此九边的军妓数量也相当多。万历野获编中提到，山西一带地理条件特殊，居庸关以北有4绝，其中大同一带因士兵往来密集，需求旺盛，成为他们解决生理需求的常去之地。由于需求量大，大同地区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从业者，能够满足不同士兵的审美偏好。不过，这类服务需要付费，许多士兵囊中羞涩，或是驻守之地过于偏远，难以找到相关从业者，便只能自行解决生理需求，甚至有士兵之间相互慰藉的情况。就像当时大西北的土堡要塞中，军户之间时常相互帮助。明代沈德福所著的《敝帚斋余谈》中记载，不少士兵因常年劳作，手上布满厚茧，自行解决时多有不便，便会寻求同伴协助。与如今军人的生活相比，古代军人的生活极为艰苦，戍边士兵更是要在孤寂无聊中长久煎熬。目之所及多为荒凉的边境景象，有些人难以承受这种压抑的生活，便选择逃亡，这也是古代边境防守艰难的原因之一。